我其实就是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的故事吧。从教室初见的局促到赛里木湖的鲜花，故事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开始了。5次跨城见面，4座城市，1次短途自驾，我们花了大把的时间在彼此的身边。在成都，他带我去见大家初见的地方，吃了他最喜欢的 KTV 火锅。2个人通过点歌来互相交流，想想还真的很有感触。在上海某个普通的夜晚，边吃边玩桌游，赢了他都会得意的挑眉，输了就撅嘴说让让你的。尽兴的玩到凌晨。后来我们还开车去了无锡，带他看看我上学的城市，看圆通渚的樱花，花瓣像雪一样落在我们肩上。他站在树下仰起头，我们给互相拍了照片。那时的我觉得，要是能不考虑那么多就好。居然有这么多故事。在杭州，我记忆里最放松的一次，没有赶路，没有行程，只是吃完饭沿着路慢慢走。晚风很轻，灯光很柔，边走边聊聊最近在干什么。那一晚好像不用考虑任何事。吃过无数顿饭，无数次深夜聊到2、3点的 deep talk， 从家庭聊到对爱情的看法，从第一次心动的记忆到对未来自己的规划与想象。我们把心里藏着的平时不会说的脆弱都摊在彼此面前。他带我闯进了一个我生活之外的世界，也是他教会了我很多，要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真诚地看着眼睛，怎么给予约会仪式感，要大方方的表达，要在出现矛盾后不去逃避，学会坐下认真地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可是走出节目里那个像气泡一样又美好又脆弱的乌托邦，我竟然发现心动和喜欢好像撑不起一段长久的恋爱。我们认真聊过很多次，在深夜的电话里，在并肩的路上，在车的主副驾，聊未来的学业，聊未来的规划，聊生活节奏，聊亲密关系的期待，还聊处理矛盾的方式。每聊一次不确定就多了一份，模糊还是清晰，一切都不太确定，像在迷雾中看不清路。我慢慢的逐渐失去了那种只要喜欢就能克服一切的信心。一开始我凭借一腔热情往前冲，觉得只要足够认真，足够勇往直前，总能找到办法。可后来渐渐意识到，我那种先稳定自己，再慢慢磨合的节奏，和他对初恋的憧憬和期待，步调里可能藏着现实的错位。我们都在认真的对待这段关系，也在努力的靠近对方。可越靠近，我渐渐发现彼此想要的东西和我能给出的东西不太一样。他抱着对恋爱最纯粹、最不掺杂质的美好期待，他值得一段没有那么多纠结的感情。而我自己呢，或许以我现在的样子，可能还不够成熟，我没法稳稳地接住他每一次的情绪波动，也没法对一个充满变数的未来做一个承诺。我不想带着自己还没理顺的一地鸡毛闯入他的初恋，消耗掉这份难得的真诚，更不想仓促决定我们的关系，消耗我们之间那些珍贵的默契和温柔。我和他也试过能尝试的相处方式，试着拉长见面的间隔，看冷静下来会是什么样，结果却是又更犹豫。试着减少聊天的频率，给彼此多一些空间，反而更加尴尬。试着吵架后立即和好，但有些话说出口总会在心里留下痕迹。试着包容那些不一样的习惯，但有些差异不是包容就能消失。换不同的人主动，可总是对不上热情。每试一次都逐渐感觉有些差异，不是不够喜欢，而是时候未到。可能我还没长成那个足够成熟，能完全接住对方的人。于是我决定就停在这里。那天分开后，我回到家想了很久，
很安静的觉得，就这么停下了。我觉得不后悔相遇，也不遗憾这个结局。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在一起的这个名分，而是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一起成长的痕迹，还有彼此认真对待过的心意。未来我想换一种身份，以更轻松的朋友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不再前冲，也不再纠结。当然这次旅程呢，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吧。我准备了一束花，是我昨天挑了很久很久，然后也是我自己去很认真对待的一束花。因为当时最后一期赛里木湖边上，我给你了一束洁白的鲜花，它里面有白色，是那束花最开始的白色，上面我加了粉色的色彩，是你最喜欢的颜色，中间有一些蓝色的小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也代表在那个冬天蓝天那个蓝色的赛里木湖，代表我们那段时间特别珍贵美好的记忆。我送这束花的想法是给我们这段关系做一个纪念的意义。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这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咖啡杯，我们当时去无锡，在那天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我的留念吧。好，谢谢你。泡一个。Hello， 李佳凯，用《小幸运》这首歌来打开我们的故事，再合适不过。我之前是一个听歌不怎么看歌词的人，我也看不太懂，所以我一直以来为这首歌是表达幸福和甜蜜的，像它的名字一样。但不知这首歌是不是为我们的结局埋下了伏笔？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确实，在参加节目前我从来没有过心动的瞬间，我甚至不知道心动是什么感觉。所以在这趟旅行里，我一直都说，我怎么感觉我俩的相处模式这么诡异？1月25号，电台那天晚上，大作老师问我，诡异有没有可能代表心动呢？我下意识就否认了。尽管戴老师希望我更诚实的表达内心，但每次和你说话都会忍不住伪装起来，让你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感。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节目结束后，你居然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的理想型。发现你小子确实长得挺帅的，头身比也挺好。3月3日在上海，你跟我说，我们作为100%朋友，可能更自在一些。我当下第一反应是非常生气，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彼此靠近的，然后变得懊恼。明明我都把要如何追到张远这个通关秘籍已经告诉你了，你怎么连标准答案抄都抄不来呢？但后面我慢慢发现，其实是我在感情里比较拧巴，所以从那天起，我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想要挽回这段感情。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真正同频的人，但没关系，我可以偷偷调频。我以前从来没有1个月跑那么多次江浙沪，可能还是嘴硬吧。嘴上说的是来工作，实际上待3、4天，只工作半天吧。其他时候都想和你见面，从来也没觉得自己那么高能量过。3月20日，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见面，有点不习惯，也有点不甘心。如果能做恋人关系，谁还想停留在朋友阶段呢？4月3号到4月6日，我又来上海找你了。你开车带我去你的大学，跟我分享你的生活。我觉得我们之间关系有在慢慢变好。当然，我也邀请你去3亚陪我一起过生日。可能你觉得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吧，所以拒绝了我，但没关系。
其实我也一直是一个很要浪漫的小女孩，我有幻想过跟你一起在海边看日落，并不像你真说的那样，我对浪漫过敏。结霜玻璃上你画的爱情就是爱情，不是屁股。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4月17日过完生日，我又来上海找你了。上次你好像很喜欢玩桌游，所以这次我陪你玩了一晚上。4月18日你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出来找我玩。4月19日我们玩了一天，你又跟我说希望我们做回百分百朋友。难道是因为我跟你相处的越多，越暴露了我小孩性格那一面吗？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主动追一个人，第一次勇敢的直面自己的感情，结果又2次碰壁。此刻5月8日，我想说，我觉得这段感情里没有谁对谁错，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喜欢上了彼此。你喜欢上的是节目里还没有卸下防备，喜欢扮成熟的我喜欢是线下不再装幼稚的你。但还是要感谢你的出现吧，缓缓打开了我的情感大门。遇见你之后，我好像感知幸福能力都变高了。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也开始去学着接受我自己和你的不完美，也看到了你的更多闪光点。今天我特意穿了个白色裙子，因为故事的开头我们未来描述的是白色。都说是不过3吗？你已经说了2次要跟我做回百分百朋友了，我最后还想再问一次，你现在会给我们的故事画上一个逗号还是句号呢？其实这3个月，我就是其实这3个月，我一直跟自己说，再试试呢，再试试呢。你本来就是闪闪发光，有头有脸。我们依然是可以在彼此领域闪闪发光。还是我心里说的，我觉得我们就停在这吧。这段成长的痕迹是我们20岁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抱一个。不论如何，我还是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这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送给你了。我也觉得我之前对你太严肃。我去拿，等一下。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紫色。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小幸运》。在旅行开始前，我就觉得和大家相遇会很幸运。好，加
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的各种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我知道是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让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好感动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祝你生日快乐，一尘不染的真幸运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看不到的天际，你传来了声音，遇见你的注定，一切它会有多幸运？看我做细节，比你我也给他。完蛋了，我本来想我唱完歌再哭了。下期听我给你们说的话吧。其实我对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首先，我想跟恩恩说，谢谢你昨天对我的留言。今年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初次见面，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你主动来给我打招呼，让我这个很慢热的人感受到很大温暖。你就像世界上另一个我一样，能很容易共情我的一些感受。虽然就是全世界都很不解我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来找我。最后我想说，很开心在旅程中能遇见你，见证你的幸福。女孩，如果你幸福的话，我一定比你先流泪。哎，我的表情管理没了。很好看。哎，然后就是凯。怎么有个哎？其实想说的话大部分都在昨天信里了。这几天相处，虽然还是觉得你很小孩子气，爱撒娇，不够主动。哎，到了现在还不主动来加我微信啊！就知道偷拍很肤浅。傻白甜还是有很好的一面的。反正随便你了，最后一把。你再不主动就没有机会了啊！等会儿，现在上来是我先把微信加了。你找我。好。有这种环节吗？加微信。刚刚在那边看到你，可以来加你的微信吗？好好好，我操！没有分组吧？分组是什么东西啊？加了微信抱一下不过分吧？我也想邀请你跳个舞。那你结束这趟旅行后，你还会坚持吗？会的。下次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你会来开车接我的吗？好啊。啊，对，我还想跟你说，其实现在是40%，不是30%了，增加了
你要主动一点了。哎呀！哇！你这些。太好了也，简直了！来，说，感谢，真好。很感谢这个冬天与大家相遇，被大家包容，真的在一次次解决问题和处理关系上成长。就像言说的，我做了很多幼稚的事，很感谢大家的宽容。我想说，这次旅程真的不止感情上的起伏，更是很高兴遇到大家这些各具风格又有趣的灵魂。言，我这次旅行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的交流和沟通真的是有我们特别的风格。我现在知道更应该主动去沟通，把情绪消化好。就像我昨天说的，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成为天上闪耀的星星，虽然没烟火那般绚烂，但是在慢慢持续的闪耀。感谢你这一路的回应和包容和照顾，这段旅程结束了，我们下段旅程再出发时一定会变得更加从容。祝大家前程似锦，永远幸福。好，哇哦！其实今天我们只到场了10个人，还有2个人大家都知道，白耀和奥利没有到场。但是如果这个毕业歌会没有他们俩，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今天有神秘嘉宾，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白耀和奥利，让他们来完成他们的毕业演讲。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白耀。没想到吧，我又出现了。其实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看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看我们第一次集体大笑是因为谁的笨手笨脚，看那些随意拍的甚至有点模糊的片段。刚才听说属于我们的旅程真的要画上句号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告别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而是这些具体又细小的事啊。冷漠白耀穿这么少。我的房间窗子朝西，这几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下午看着阳光慢慢地爬过墙壁，从耀眼的白色变成温暖的金色，最后融成一片舒服的蓝色。你们快乐、开心、热闹的时候，我这边刚好是安静的。那天的落日电台，我和奥利都收到了，有感动，有幸福，有不舍，还有惊讶。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20岁，像一束突然打过来的光。毕业快乐呀，大家！请务必替我拥抱这个我们共同开始的灿烂的明天。Hello， 大家好，我是奥利。奥利，奥利，我真是想死你们了，大家也都很想念我吧？宝宝。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哦，我和耀哥都好好的呢。小胡，你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心事重重的小老头。旅行快结束了，不知道你的内心打开了多少了呢？请不要故作深沉了，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和我们说。新闻虽然还没有特别了解你，但是期待你播报出自己的幸福新闻哦。小轩，嫉妒你把我们的7月拐跑了，没啥好跟你说的了，记得对我们的小太阳好好的。小新，我的舞王 bro， 相信你的天赋和实力，没有什么是你解决不了的事情。凯凯，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和你滑遍全世界的人，我们的下一站都会是幸福哦。耀哥，一起共患难的人，我会记你一辈子的。期待未来某一天，一起去弥补我们共同的遗憾。周周，你看起来虽然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但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自我想法的成熟魅力女人。
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的。一幸福就嘴很碎的百变小女孩如果老天爷能听到你的小碎嘴，那他一定会安排一个向你全力飞奔而来的人。快告诉我，你一定找到了，对吗？赵宇勇敢飞，奥利永相随。请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只要听我说，你是世界上最值得、最可爱、最勇敢的女孩就好咯。下次一定还要一起在雪地里吃辛拉面哦。7月，相信你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如果哪天你不开心了，请随时拨打我的电话，我会摇身变成你的守护天使，为你赶走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哦。妍妍，你是我们所有女生中年龄最小的，你比我们都更早的接触社会，不要太多担心哦。但请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你。好啦，这次就先说到这里啦。反正我相信，我们未来还要见很多很多面的，我们也会收获最好、最好、最好的幸福。拜拜。耀哥倒了，耀哥倒了，又受伤了，一下不注意又受伤了。来吧，大家上台吧。真的40%啊！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终究会有一天变成昨天，是点燃一个终点，一生一回匆匆的瞬间，有一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明天，说出一时间都体谅，他们都会来让外面的人啊等你的来。大家好，今天夏天啊结束了，拜拜了，下个冬天再见。我是新文，是最后加入这场旅程的人。Hello， 朋友们，很高兴因我而使故事拼凑完整。嗨，那个女孩，期待最后的约定将短暂变成进行时。我是周周，这个冬天好短暂，爱情中的出场顺序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可是人与人的缘分，不是一场晚出门就会躲开的雨。我是奥利，我会一直记得，在一个夜晚躺进雪里的柔软，在热气球上触摸天空的湛蓝，快乐和遗憾交织，是我成为大人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是凯凯，雪花在灯光下闪闪烁烁，像我试图抓住的你的心意。白色是心动的颜色，是冬天里关于你的颜色。我是安安，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永远不会迈出第一步的女生，没想到这个冬天我经历了好多命运般的第一次，当然包括这场偶遇。我叫胡玉阳，他们说我是史上话最少的男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心动，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喜欢你。我是张兆瑜，这个冬天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跟我一起跳舞吗？我过得冒失又冲动，还流了一点幸福的眼泪。这不最后一天，我又幸福了。我是白耀，这是我最疯狂最浪漫的一个冬天，
也是我最遗憾的一场旅行。我叫妍妍，我的人生是一把不许出错的安全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么多意料之外。开始这趟旅行是正确的决定吗？幸好它开始了。我是小轩，我很爱发呆回想，举手的那0.1秒，没回头的那1分钟，抬头看向月亮的那一晚。就在我发呆的时候，哎，好像有人敲门。我是小新，自诩为这趟旅行里的幸运星。我可以为了你把整个3.15的雪融化。但这趟旅行做的每一次选择，都称得上是幸运。我是7月，这个冬天好像一场拼图游戏，一场像梦一样的偶遇，一次只属于2个人的烟花，一封人类对风筝上的情书，打破了时间的奇妙旅行，一切都在今天画上了句号。君だよ君なんだよ教えてくれた暗闇も光るなら星空になる悲しみを笑顔にもう隠さないできらめくどんな星も光になるから